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分2期来说说宇宙万有源头创世的动机，送给准备觉醒的你。这是来自高维的信息，讲述了那个不生不灭、本自具足的自性本体。当然你也可以当故事听听，等你有一天真的觉醒了，你自然会明白故事的真假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伟大的观看者，先于时间而存在。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观看者，他还是那唯一的观看者。这位伟大的观看者永远能纵观十方存在，洞悉一切万有。如果真的有什么可看的话，这本来会让他非常开心。然而，无论哪个方向，永远什么都没有。这位伟大的观看者是纯粹的知觉，然而却无一物可被觉知，使得伟大的观看者感到非常的悲哀。这位伟大的观看者有2个看起来很棒，但其实却很糟的特性。他们很糟，是因为他们使得这伟大的观看者很悲哀。2个特性中的第一个是他无穷无尽的无限。这伟大的观看者就是万有一切，在他以外什么都没有，因此他永远没有可以作伴的朋友或者能够探索的暗处。2个特性中的第2个是他的尽善尽美的完美。这伟大的观看者没有能力犯错，因为不存在任何和他不同的东西或会让他预料不到的事情，因此他永远也体验不到惊讶与欣喜。然而有一天，伟大的观看者萌生了一个想法。假若时间真的存在，伟大的观看者这一刻萌生出的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想法。但时间本身就是一个想法，所以一切其实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。这也并不成问题，因为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。你能想象要在一瞬间做完所有事情吗？真是谢谢你，时间。我是一个伟大的观看者，他想，但没有东西可让我观看。我是纯粹的知觉，却又没有东西可让我觉知。只有我存在，所以也没有对象可看，但或许我可以想象一些其他东西出来。于是表象的幻象就诞生了，于是他就这么做了。伟大的观看者说要有其他的事物，于是就有了其他的事物。他看了一眼，发现还不错。现在观看者和被观看的事物都有了，即便那被观看的事物只存在于观看者的想象之中，这也比什么都没有好得多。当然，其实永远都不会存在什么其他事物，因为这个伟大的观看者是无限的无限。而现在有了其他事物的幻梦，伟大的观看者就有其他东西这个表象去察觉了。于是2的幻象就诞生了。在那之后，有一天，伟大的观看者有了另一个想法。他一天到晚除了无所事事地萌生出想法来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我想我会想象出一大堆其他的事物。他想，那样我再也不会感觉到无聊了。于是伟大的观看者就想象出了一个无限的宇宙，在里面装满了如行星、恒星、流水、树木和动物等等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。他把这称之为他的虚拟游乐场。于是时空、能量、物质、2元性、因果关系和生命的幻象就诞生了。可是伟大的观看者的虚拟游乐场是尽善尽美，永远没有任何瑕疵的，他还是感到很无聊，也因此一如既往的悲伤。没有任何不完美，一切都彻底的合理，因此彻底的无聊。看着星系们和行星们来回运转，令伟大的观看者感到头晕。看着动物们跑来跑去，捕食和繁殖，令伟大的观看者感到困倦。虚拟游乐场里的所有事物永远都完全按照设定发生着，伟大的观看者怎么能够感觉得到丝毫惊讶与欣喜呢？他不能，所以他还是很无聊。
所以他还是很悲伤。然后有一天，伟大的观看者萌生出了另一个想法，或许我可以想象出一个并不完美的虚拟游乐场。他想，如果所有事物不都总是完全合理的，那它们就能让我感到惊讶与欣喜了。但不幸的是，由于伟大的观看者是完美中的完美，他想象不出任何瑕疵，因此他依旧很难过。之后有一天，伟大的观看者又有了另一个想法，或许他想，如果我不只是观看我的虚拟游乐场，而是在里面玩耍的话，我应该能够享受它。但天哪，他怀疑这怎么做得到呢？我想象不出任何超越完美的事物，也想象不出任何不那么完美的事物，他推论道，但或许我能想象出一个做得到这些的人。于是伟大的观看者想象出了一个限定版本的自己，一个渺小的观看者，并把它放到了自己的虚拟游乐场里面。于是自我的幻想就诞生了。但是渺小的观看者知道自己其实就等同于伟大的观看者，也知道关于一切的一切就依旧很无聊，很悲伤。如果我还是无法感受到惊讶与欣喜的话，拥有虚拟游乐场和渺小的观看者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伟大的观看者这样问自己。没有意义，他答道。没有任何意义，他又强调了一下。之后有一天，伟大的观看者萌生出了另一个想法，或许他想，我可以去除渺小观看者的记忆，当然实际上他还是我，那么我就不用知道自己是谁，也就可以去探索这片虚拟游乐场了。我可以在渺小观看者的脑子周围绑上障碍物，那样我就能体验惊讶与欣喜了。看啊，成功了！渺小的观看者四处走动、玩耍、探索，所有东西都能带来惊讶与欣喜，然后一只狮子把它吃掉了。于是无知的幻象就诞生了。时间关系，下期继续分享，谢谢观看。看到这里，希望订阅、转发，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